上我只是随口一说。现在真是坐直升机到欧洲最巅峰地方来了，挑战零技术小白去欧洲坐直升机到高原近距滑雪，并登上电视纪录片。我原本是一个零基础的滑雪小白，突然接到一档纪录片邀请，说去世界上最顶级的雪山录制节目，而且是4800米直升机滑雪，在欧洲阿尔卑斯山霞慕尼勃朗峰。当我听到了直升机4800米野雪，那一刻对于我而言是又惊又喜，这有点像洛基中的史泰龙，一个无名混混被全网点名抽中比赛的机会一样。其实明明一点机会都没有，却还是不想放弃。对，因为不然的节目根本就轮不到我，所以这次的目标只要失败的没有那么难看，活的就是成功，所以直接制定训练计划。节目组是以为我有滑雪基础的，所以只要求我训练2周以上，而且一整天都得在雪场里面训练，才有可能达标。因为我有自己的事业嘛，不可能像运动员一样每天待在训练场。我每天光工作就得10几个小时起滑，所以那天工作完以后直接搜地图，只找到了一家市内的塑料滑雪场，100多块钱体验1天，还送一节私教课。所以我买了个3明治，直接打车出发，然后在车上吃完。在训练基地为了压缩时间学更多的东西，就全程是跑步、冲多、滑行。然后当天下午的话就能够随便滑了。2场地，因为场地原因，我必须要去更高级的场地提高水平，不然这里是不可能够练出能在欧洲的最高峰去滑雪。然后我就坐飞机去了北大湖的冬奥会滑雪场，花了1200元练了2天半。第一天上这种真正的雪场，看着这坡度腿都有点发抖，因为之前室内那一天只是学的基础的技术而已。然后从一开始的推坡再到落叶飘，大概只滑了3趟吧，就已经能够在中级道换刃了。然后晚上回酒店就刷那种滑雪的教程，然后第2天就能够在高级道上换刃下来，每天练9个小时，一天滑行几10公里。然后此时的话心里还是没底，因为高原的话那个是粉雪，滑行技术和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因为北大湖这个时候已经是3月份没有粉雪了，所以只能够破罐子破摔，船到桥头自然直，到时候再说。然后回去继续疯狂的工作，接下来就是等待1个月以后挑战直升机滑雪。来，兄弟们，直接挑战最高难度，在法意瑞的3国交界处，阿尔卑斯山脉的霞慕尼勃朗峰，4800米直升机滑雪。先从长沙机场睡4个小时，早上坐飞机到北京转机，再从北京飞法国的戴高乐，总共耗时20几个小时，然后再从戴高乐机场睡2个小时。第2天坐高铁、的士、巴士，又耗时10个小时，总共花了30多个小时，直接到达目的地霞慕尼。一下车就看到节目组来车站接我来了，然后我们就在雪山下的别墅和节目组人住一块。第2天去法国收费的天然雪场恢复训练2个小时，适应一下，发现这里的雪和北大湖又不一样，因为它这里地面凹凸不平，全都是雪包，然后雪质很松软，特别容易摔跤。然后适应一下以后，也能够从他们的高级道上滑下来。然后紧接着休息1天，调整一下作息，看看他们的夜景。然后那些专业的滑雪大佬不相信我只练了2天，如果我真的只练2天的话，我就是他见到第一个这种进步速度的。我一直见到2天能学到这个样子，是真的，这是真的。我看到你是能滑的。说真的，我只练了2天。我以为所有人都可以做到，因为评论区说我这水平黑道换刃2天时间有手就行。还有个人跳出来说零基础2个小时就能滑成我这样黑道换刃，他说贼简单，还搞得我怀疑自己的能力。是假的，网上那个他们说3个小时就可以达到我这个水平。一开始要直滑，我是劝退了。我在群里一开始劝退了很多次，第一我怕危险，第2个是我真的觉得滑不了。但是刚才看完视频，我突然心里有底了。他太夸张了，刚学直接拉到直升机。第3天直接上直升机，兄弟们，成败在此一举。你敢相信15年前我还是一个颓废的网瘾少年吗？此时滑得好与不好，我觉得已经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我已经成功站在这个位置，已经获得这个上纪录片的机会。接下来滑就完事了。我们一共是4个人，节目组一共有3个，就是边滑边拍。我就拿出我自己的大疆录制第一视角，因为这片的雪山全都是冰裂缝啊，所以一定不能够脱板，这他们给我再三强调的，不然2只脚压强很大，会陷入深渊。所以哪怕滑不动也得爬得过去，反正就是不能够脱板，不能够走路。其实前面2趟的话还好，我可以随便的滑行。刚开始就摔了一跤。然后稳住心态，反正一直跟着他后面走就对了，因为这边到处都是冰裂缝，一旦陷入走掉下去就完蛋了。OK， 我开始尝试换刃了，没问题，再来一个 ，OK， 可以的，再换一个。我操，他们人不见了，我得赶紧加速赶上去才行。冲啊，兄弟们，死就死。稳住！我要开始放直板去追了，不然我怕我迷路了。我看他们在等我了。我操！再来！OK， 而后面2趟难度直接翻倍了，因为雪太厚，坡度直接上升为悬崖，海拔又高，而且我还没学过粉雪，我不会滑粉雪，所以现在又是摔跤，又是陷入冰洞啊，然后同时也掌握一些滑粉雪的技巧，就是你必须得掌握这个平衡，把那个板头给翘起来。直到我滑到最后1趟的时候才是最危险的，直接到悬崖上滑了，我实在没办法，毕竟只练了3、4天，所以只能够一点一点小心翼翼的往下走。这是从上往下看的视角。Oh my god！Oh my god！这是从下往上看的视角。
腿站着一直发软，稍微动下都是突然溜几米。还好最后还是花完4趟山，直升机一共飞了4趟，最后2趟全程几乎全是靠身体速度给完成，纯靠体能。如何完成了整个过程，我下期视频讲干货。手套是25块钱在地摊上买的，他们看到后都惊呆了，这种极端环境戴这种手套，其实我的手指在第1趟的时候就已经冻得不行了。再不开小品牌，来，全是硬扛过来的。他们给我来了个特写镜头，最后终于录制完了，兄弟们，平安且顺利的完成这一次挑战。这就好像洛奇那一场比赛，虽然那场比赛输了，但是也已经战胜了自己。以后的他就如同脱胎换骨一般，我相信我也一定可以，你们也是一样。想到什么立马就去做，不要等，勇于挑战自己。为了争取这个录纪录片的机会，确实经历了千难万苦，但这仅仅只是一个机会，能不能火还得看自己。就像我上非诚勿扰是一样的，参加了那么多，能不能火一切靠自己，因为我不是啥资本运作，一切只能靠自己去造势和建设。所以这个视频的目标，只需要3万点赞就行。对，3万点赞，干1000万粉丝的活，冲就完了。